19床引流多留一天啊。啊，还有刚才3床照亮的，咱们科室不是有冰箱吗？把里面面包、牛奶拿一些给他拿去。明白。尽快联系他爸爸。一直在联系，但是没人接。想办法也要联系。知道。那这样，我先去拿吃的。白练，哎，报你好，告别忘了给我。请你找，我马上打出来。主任，你一定就是我们家珍珍讲的唐医生了。哎呦，又漂亮又能干的，难怪我家珍珍讲跟你是好朋友嘞。哦，珍珍，哦，欧阳真宇呀。哎呀，珍珍啊是她的小名，我在家里叫习惯了。我是她妈妈呀。阿姨你好，你好。能好能好。我妈妈从上海来的，说是非要来见见我的同事们。我跟你讲过了，不是好朋友，是像朋友一样的同事。哎呦，你看你呀，又不好意思了，帮帮忙，背后讲人家那么多好话，干嘛？当面不认账啊？哎呦，都讲什么好话啦？阿姨，你说给我听听。都站着干嘛呀？给阿姨倒水啊！到我办公室来。一杯咖啡好了啊，好吃不啦？我知道。好吃。嗯，好吃的。主任，我想跟你说2句话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，珍珍？你要是再这么叫我的话，我可真跟你急啊！哎呦，好吓人呐！珍珍，你要吃呀？到我办公室来。哎，那个阿姨，让秦医生陪您多聊聊。对对对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小白林，主任，我帮打资料。哦，谢谢啊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，珍珍？欧阳处长，火烧眉毛的事，就检验科那个男的。我跟我爸妈说了，说我找到男朋友。我妈呢，她也来替我把关，非要见这个男的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应该怎么跟他说？你能教教我吗？你就说已经分手了。哎呀，我之前也想过这么说，但是我一直都是我爸妈的掌中宝，他们也一直担心我的个人问题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希望，我真的不想让他们这么快就失望，所以起码再拖一段时间嘛。那你就说吵架了，这个时候不方便约出来，过一段时间你再跟他说，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分手了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呀，关键时候还是得靠你这个恋爱顾问啊。那你看看，哎，不是说好500块钱吗？怎么就打了450啊？啊，介绍费那是应该的。那以后再有这样英文翻译的活，你多想着点我呗，好吗？口译也没问题啊。那你把他们那个会议时间和地址你发到我的微信上呗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拜拜。哎，你干嘛？吓我一跳！没事。你做兼职呢？我那个下个季度的房租该交了。要我是这么说，你没救了。你知道人麻醉的吕潇都已经升主治了吧？我知道啊。怎么了？你主治考试也通过了，也在等院里审批，怎么他批了你就没批？哎，我听说是因为你手术量不够，差几台就能达标。要不是唐主任派你去养羊，错过了这段时间科室的手术，说不定现在升主治的就是你了。不是这样的，那不是去养羊，那是人工心脏的动物实验。你就自我安慰吧你。走了啊。还顺其自然，那你就顺其自然的当个住院老总吧。哎，宋主任。老王啊，刚才你跟江百烈这嘀咕什么呢？大老远我就看见了。哦，说他被派去养羊没评上主治的事儿，他好像还到处找兼职呢，应该挺缺钱的。不过我真的有个问题想问你啊。啊，你说。阿姨的性格这么活泼热情，她是怎么培养出你这个
进来。唐主任，我是赵学武，赵亮亮的爸爸。您找我？我知道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来，快请坐吧。赵亮亮呢，右心系统发育不良，3间半闭锁，因为长期的缺氧，对心脑血管的影响非常的大，肺动脉的情况也不好。我建议尽快进行双向隔音手术，但是跟你说实话，这是一种姑息的手术，具体的情况我的下级医生会跟你讲。这个手术怎么说呢？如果术后恢复的不好的话，可能过2年还需要再一次开胸。如果手术恢复的还可以，就不需要了。但是具体的情况要等手术之后才知道。哎呀，这亮亮这手术得多少钱呀？大概6万左右。有一件事我还要提醒你，你欠医院的钱必须要尽快补上，不然我们开不出手术的单子。对，唐主任您放心，我待会儿就交去啊。那最好了，那我就定明天的手术。有劳你了，劳你了。喂，王海明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来，快看啊！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够了。什么够了？60天到了。对啊，你说过动物实验规定的，只要有6只动物存活超过60天，就可以进入临床实验了。现在够了。我们是给10只实验羊植入了人工心脏，其中有1只术后咬断了自己的电线死亡。所以那次之后呢，我们知道要把电池绑在羊身上。还有另外1只因为除颤，人工心脏停机了。所以那次之后呢，我们知道了一定要提高人工心脏的电磁兼容性。你放心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改良了。你现在回头看看，有8只羊活了超过60天，可以进入临床实验了。太好了，那进入临床实验还需要最后一步，很重要的一步。我知道，就是要送审资料得他们那儿过了，对吗？只有送审过了，我们才能申请临床实验。这就是我来找你最重要的事情。你看我这儿啊，人手确实不够，要准备的材料太多了，我需要人。王海明，我劝你跟欧阳处长去讲好了，让他派人。要不还是中病组？不可能，我们中病组太忙了，最近手术已经排满了。这个。唐主任，你来的正好。哎呀，这些啊都是他们的功劳，我呢只是提供一切有可能的帮助。唐主任，刚才我带李记者到处转了转，研究员也详细给我们解释了磁悬浮人工心脏的原理。李记者，我没食言吧？我说让你采访一下唐主任。那当然了，刘副院长跟我们主编说的一样，最讲信用了。那唐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我有个病人发生了突发状况，所以马上要回去了，可能不能采访了，我先走了。让你们的人帮忙的事，你再考虑考虑啊。没有可能。你再想一想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咱们回头再说啊，回头再说。给盐酸吗啡，按0.1毫克每千克。怎么样？缺氧发作，给了盐酸吗啡和普奈洛尔，但没有好转。我看面罩给氧不够，气管插管，让开。面罩。交代。白莲听一下。有呼吸音。好，固定吧。好。喂，你在哪里？
我想跟你见一面。行。英，你这下夜班啊？你这是？哦，我来医院采访，然后这不是又被唐主任拒绝了吗？刚才主编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紧赶回去，然后打不到车。那我的车在医院呢，那我送你吧。不用麻烦。谢谢你啊。上夜班肯定很累吧？前面那个地方就方便打车的地方，把我放下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嗨，没事儿，我送你回杂志社吧。你是不是因为拒绝了我，内疚，所以才对我这么好的？其实不用这样。我就是顺便帮一忙，你别多想了。哦，只是顺便帮的。哎，那我要是真的有忙需要你帮呢？什么忙？就是人工心脏最近采访都不是很顺利，所以呢，我们主编又给我硬塞了另一个选题，采访青年麻醉专家。一鸣哥，这个选题你是最适合的人选，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了。一鸣哥。啊，行啊，没问题。你终于想通了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。你说，男人在床上的话不可信，但我觉得，那才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。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呢？我这么大的人了，能分得清真假。你别否认，你是爱我的。这个你先拿着。这是？我新办了一张银行卡，卡的密码是你的手机号码后6位。我拜托国外的朋友帮我处理了我的一些艺术收藏，还有我的存款，加起来一共是89万，都在这里。到此为止吧，我不会再接你的电话。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见面。你好好保重。赵先生，你等等。你要是走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刚才缺氧那么严重，肯定会导致脑损伤，赶紧打电话联系赵学武。打了电话了，但是没人接。他们欠的内费的还没交，刚才都开不出药来了，只能找科里担保。现在，这赵学武怎么回事啊？主任，咱真得注意点。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那些人为了不给孩子交医药费，故意把孩子丢在医院里，等孩子病重了以后，他们就带人到医院来闹事儿，张口就说要赔偿金，说医院把孩子的病耽误。那些人就是靠孩子的病赚的黑心钱。那赵亮亮妈妈呢？家里其他亲属呢？只登记了赵学武，也没见其他亲戚来探视。主任，你去哪儿了？唐主任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怎么都在这儿？亮亮缺氧，已经发作了，
刚才我们刚刚抢救回来，所以我们才都在这儿。你刚才说已经抢救回来了哈，那就是现在没事了？暂时没事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缺氧会导致脑损伤，将来手术以后，脑部并发症又会增高了很多的几率。赵雪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让你去交费，你一早就说你要把欠的钱交了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欠的钱没交就算了，我们现在手术单子都开不出来。打你手机你还失联。是，唐主任，我错了，您别气，我这就交费去啊，我这就去。你等一会儿，江美丽，你带他去。医院的收费处好像不好找，别让他走丢了。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，我去，快去吧。哎，这怎么当爸的呀？真的不能见啊！妈妈，我们2个人吵架了呀，我还等着他过来跟我道歉呢。这个时候让我低头，我很没面子的。是的呀，哎呦，谈恋爱嘛，女孩子是要矜持一些啊。所以这次您就当是来看我的，好啦。不过你爸爸那边，处长，王工找您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你别让他进我们办公室，我出去说。妈，我出去处理点事儿，马上回来。好的呀。姓王的。哦，证据呢？什么证据？想要耍赖？你给过我尊重吗？我说过，说到做到。哎，妈妈，我带你去吃饭吧。哦，我要先去趟卫生间。哦，出门左转10米就到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这么着急上厕所？哎呦，你谁啊？跟我家囡囡讲的一样，真是长得一表人才的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哎呦，谁说我一表人才？我女儿呀。哎呦，我来给你问一下啊，你姓王，对吧？啊，跟欧阳真宇是同事。是，但是我们2个人在工作意见上很不一致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啦。吵架了嘛，我晓得的，闹矛盾不要紧的哦。男孩子嘛，要积极一点，嘴巴甜一点，就很好了呀。哎，来，加我个微信啊。哎，快点呀，拿出2维码，快！我这个，快！哎，好了，加了我好友了。好的啊，你去忙吧。哎，你谁啊？哎，欧阳真宇的妈妈呀。哎，你好，交费。赵亮亮。哎。心外科。对。说一下密码。哎。谢谢啊。走吧。还一张呢。哎。病人姓名谭秋平。对。神经外科。啊。说一下密码。这谭秋平是我妈。我和亮亮他妈离婚好几年了，他妈又嫁人了，嫁外地了。亮亮得病他也知道，就是他那个后老公啊，太凶了，又刚生了孩子，不让他来。嗨，理解啊。我有点小手艺，在咱郊区开了个小厂，卖家具。啊，这2年呀，我生意做得还挺好的，有点钱了。亮亮跟我妈本来在乡下住，就把他俩接来了。哎呀，就是你看，我们家这一家团聚的日子呀，还没过多久呢，他俩就都得病了。哎呀，还都是那种能要命的病。他得的是脑瘤，还挺严重的，叫什么胶质瘤，神经胶质瘤。对，就这个病。啊，对了，江医生，上回真不是我故意不交钱的，我没钱。你卖家具厂啊，本来跟那个人都商量好价钱了，可是那个人不仗义，我差点跟他打起来，这么一折腾就回来晚了。这人也太没有诚信了吧？那
最后厂子卖出去了吗？卖了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虽然卖的不多吧，但是够亮亮跟我妈手术的钱，这就够了，挺好。钱没了再挣呗，先把命保住啊，你说呢？哎呀，挺好挺好。你是怎么还能笑出来？啊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习惯了吧，总不能哭吧？再说哭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反正情况就是这样。上有老下有小，一老一小同时得了重病。这家人是真惨啊！主任，您说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我们是医生，就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。病人的私事跟我们无关。订手术间，明天一早给赵亮亮手术。哎，唐主任。宋主任，有事吗？啊，按说这事儿呢不归我管，可是我还想说两句。我觉得你得加强对江百烈的培养。江百烈是一个好孩子，只是他不懂做事业规划，加上对你一味崇拜，这样容易使他走弯路，会毁了他的前程啊。宋主任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事儿的确不归你管。他已经兼职了，你知道吗？住院医生本来收入就低，你让他到动物实验室，他没有了上手术的机会，就没有了奖金。江百烈现在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，已经开始做英文翻译兼职的活赚外快了。这事儿你恐怕不知道。唐主任，技术好，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好主任。宋主任，如果您真的这么有时间的话，我希望您还是应该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团队。不过谢谢你。你这还有50%呢，你拿回家也够了呀。哎呀，你帮我充会儿吧，充满它。我这没地儿充啊，我就一个人护士。张学武，唐主任，唐主任，你干嘛呢？我让帮我充一下手机电。你放这儿，人家护士不能给你看着，丢了怎么办？我这破手机应该没人偷吧？你别看它现在有电，一会儿就没电，自动关机了。要不然我老接不到咱医院打的电话呢。我这也是怕又关机，我是让它充一下。拿回家充吧，别在这儿充。我家充不了。你家怎么充不了？我家。小心下边石头哈。师傅回来了啊，嘿。唐主任，我家原来不就住我那家具厂吗？后来厂子一卖，暂时就没地儿住了。哎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你看，100多块钱买个简易帐篷，晚上10点之后到第2天6点之前，帐篷这么一支，比宾馆好。你瞧哈，第一离医院近，第二它不收费呀。那边也有个卫生间啊，这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没有电。对不起啊。啊？今天还让江百烈压着你去交费，还有之前对你的态度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唐主任，我哪受得起呀？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那么晚交费，老给你添麻烦。你说我这，哎呀，真是我，哎呀，哎呀。我是一片云，一起吃饭。我是一片云。哎，来加我个微信啊。
谢谢。你怎么看着好像有心事啊？哦，我刚才去我们医院旁边那个小公园。哦，就是家属搭帐篷那个啊。你也知道？医院里的人都知道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别太难为自己，医生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把手术做好啊。汤主任，你先生在这儿有什么朋友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他最近应该是在找工作，认识一些大学里的朋友吧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问问。晚安。我走了。亮亮加油啊！亮亮一直是最棒的，他就外面等你啊，等你好了，爸爸给你买任何你想吃的，想吃什么都行。张选我，亮亮加油！可以了。唐主任，拜托您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全力。你在外面等，有什么情况，我让人出来通知你。谢谢唐主任。主任。病人已经麻醉。好。准备开始手术吧。手术刀。我妈给你发微信了。啊。约你吃饭是吧？准确的说呢，他是要我们3个一起吃个饭。我来说吧。欧阳处长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所以你就别白费心思了。什么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我费什么心思了？你暗恋我啊？马海明，那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不仅没有暗恋你，而且很讨厌你，非常讨厌。那你妈妈为什么要？因为她误会了，以为你是我的男朋友。你有男朋友啊？现在没有了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现在给他发微信，说你不去吃饭了，然后把他微信删了。删就删。我本身我跟你说那个饭我就不想吃，我肯定不会去的。我真是可怜你，我才同意的。等等，为什么你让我发我就发，你让我删我就删啊？想删可以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你们的人过来一起整理送审材料，就跟当初合约里签好的那样。你不愿意是吧？行，我答应你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术前出现脑缺氧，我还是挺担心的。我怕他术后并发症啊。刚好周达现在在 ICU， 要不我跟他联系一下。张主任，你怎么吃的比我还快？我一会儿还有事干活呢。手机没信号，要不我出去联系他吧。来丽，一会儿帮我收一下。张美丽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主任您说。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困难。我跟你说，张美丽，我是你的领导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的意思是任何困难，随时可以跟我求救，明白我意思吗？那你想跟我说点什么？主任，我可以提一个过分的请求吗？没问题。帮我把和龙哥的饭盒收一下呗，谢谢啊。
不想。老赵，我没喝醉。赵教授，你不应该喝这么多。不要叫我赵教授，你会让我想到那个女人。女人？你又去酒店了？什么酒店？我前几天看见你进了一家酒店，这本来是你的私事，我不应该管。但是赵教授，你不应该再伤害唐主任了。伤害？太晚了，伤害已经造成了，我现在没有回头路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情况？主任，刚才病人昏睡过去了，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对，一测试，果然不是昏睡，而是浅昏迷。试了所有的办法，就是叫不醒。很可能是脑部并发症。你现在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我没有资格评价你。但是赵教授，如果唐主任从那个女孩口中知道这件事儿，你知道会对她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吗？对，所以我得赶在雨梦之前，我自己跟佳瑜坦白这一切。可是我怎么跟她说呢？可是我爱她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先走了。怎么回事？电话说病人昏迷了。很可能是脑部并发症，就是手术前最担心的那一种。做 CT 检查一下吧。我问问儿童医院的人，听说他们有一种新方法，专门针对脑损伤，效果还不错。好，我去了。嗯。唐医生，我刚从神经外科那边过来，他们说我妈那个神经胶质瘤能做手术啊。赵学武，赵亮亮现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脑部并发症。脑部并发症？对，就是因为手术前那次脑缺氧，对大脑造成了损伤，然后手术过程中用了体外循环，所以现在脑部出现了严重的损伤。啊！哎呀，那能治好，能治好哈？你先别慌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是这样的，麻醉科的叶主任问了儿童医院的人，他们现在有一种新的科技，是在脑部移植干细胞。这个手术是个小手术，而且对于儿童脑部的恢复效果非常好。如果尽快做，也许赵亮亮脑部功能可以恢复正常。我们算了一下，大概是进行2次手术，这个费用应该加起来需要4万块。啊！哎呀，能治就行。那治呗，4万啊！4万。我刚神经外科那边说我妈的手术5万都不够，还让我再准备2万呢。可我就5万了。哎呦，这，哎呦，这么多钱啊！这还有一件很抱歉的事儿，你需要知道，这个决定一定要尽快。现在赵亮亮的情况，如果再拖下去的话，他很可能进入深度昏迷。如果进入深度昏迷，就很难醒过来了。啊，治啊，唐医生，治！我这有交费去啊，给亮亮交费去啊。4万，哎呀，
6万，6万，6万，昨晚是4万和6万，6万我上哪儿弄去？6万，我妈的病也得治啊，是我儿子我妈，妈，我可不想当孤儿，我得治我妈的病啊，6万。我还能卖啥呢？卖啥？我妈6万放了，哎呀，6万。进来。崔主任。哟，常主任。稀客呀，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。坐吧，坐。谢谢。说吧，要来我们神外跟我抢哪个病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。谭秋平是你的病人吧？是。我想跟您商量一下，他的手术能不能做得省一点钱，控制在5万左右。不行啊，有耗材。我已经跟病人家属打过招呼了，让他们再抽2万块钱。现在他们家情况是这样的，老人在你们科，孩子在我们科。刚才孩子出了术后并发症，需要去儿童医院做植入干细胞。我打听一下，费用是4万块钱。这4万块钱我让龙向东跟我们医院申请救助金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可是术后还需要一些钱得花，所以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尽量帮他们家省点钱，这样可以让他把2个人都救了。省也能省，也不是说不能做，就是耗时间呗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谢谢啊，崔主任，我联系一下儿童。我问你啊，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想说的是，你知道医院的每笔救助金只有2万块钱，那你打算怎么申请这4万块钱呢？你自己垫钱呢？啊？总不能因为2万块钱我们就丢下一个病人吧？那肯定啊，我们医生的职责是什么？救死扶伤啊！但你做事情得有个度和范围，我们必须跟他们保持距离。在手术台上，我们只有手术的视野，我们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把病人的器官给修复好，你不能考虑病人的其他因素啊。唐主任，别忘记了外科的第一铁律，好吗？不可共情过度，我会注意的，下不为例。谢谢崔主任。李总，不好意思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一个病人临时出了点问题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次啊是现场口译，不能开空窗啊。我知道了。哎，百烈，见，叶主任。我来跟你说一声，赵亮亮醒了。我知道了，龙向东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了。谭秋平手术很成功，祖孙2个现在在 ICU， 情况很稳定。看来你心情挺不错的。帮不了那么多人，至少可以帮眼前的这一个，也觉得挺满足的。我要回家了，你不走吗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，我走了。好。哎呦，这是搞什么嘛？搞什么嘛？啊，这，你说没有空吃饭就没有空吃饭嘛？那干嘛要删我微信呢？他这个人吧，就是脾气大，这样的人不要也罢。哎呦，真是，哎，不要也罢。
救回了一个病人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我有话要告诉你。我一身的汗，洗个澡再说。我想把你想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。白烈啊，我这个第三部分是不是少了一张？在这儿忘了钉进去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啊，不是，这不是应该是动物实验中心的活吗？为啥让咱干？这是王工坚持的，机械数据他跟他的员工负责，但是手术记录必将送去质检，每台手术务必记录得清清楚楚，只有重病组他才信得过。看我干嘛呀？这是他的原话。这个王海明比我还较真儿，是吗？嗯，你们知道吗？主任昨天手术之后又没回去，这都好几天了，啥情况啊？主任，对了，实验羊的手术记录整理怎么样？啊，这个王海明把数据处理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拿着这些数据去药监局指定的质检机构去质检了。主任，你放心，在你的带领下，这个人工心脏的进程正在大步的突飞猛进的推进着。老秦，干活的时候没你，这领工的时候倒是挺积极的啊。我怎么没干活？我监督你们，不是干活，比我自己干活还累呢。等王海明的检测报告送过来，就一起送检吧。嗯，好嘞，你放心吧。不是，真不问问主任啥情况啊？你傻呀，你缺心眼儿，你这个时候问，你怎么没眼力见儿你？不是主任，干活去。这个测试数据非常完美啊！按照现在这个进度，安心医疗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将会是国内同类产品中第一个上市的。我记得唐主任跟我说，存活超过60天的有8只实验羊。那为什么现在只有7台羊鸡呢？因为饲养员笨手笨脚，有一只感染了啊！我们只是叫他调大了人工心脏的流量，他结果把人工心脏给我关了，所以这台机器不具备测试价值，那就是8减1等于7，明白了吗？那会不会是那台样机有问题了呢？什么问题？不是，你是来挑刺儿的吗？叫你来是帮忙的啊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但是话说回来啊。叫你们过来帮忙，为什么只来了你一个人啊？别的人呢？医务处要打理整个医院，我哪能调那么多人过来帮你啊？我自己能够挤出时间过来，还不是因为……想山可以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那我呢，专门为你们的这个测试数据做了一个表格，把你之前给我的那些数据都录入进去了，你看一下吧。王组长真不错呀，和您这个比，王工整理的可就太杂乱无章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一个表格能好到哪儿去啊？我不看，真是没有见识。都查完了吧？
还有其他病人吗？没了已经。那我出门诊了，一会儿手术是。哦，我跟那个小龙还有小波有个奔头。哦。哎，我去门诊，江百烈陪我去吧。江百烈呢？啊，江百烈不在好一会儿呢。刚才查房的时候，有人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出去接电话了，应该有什么事儿。哎，周达。哎，主任。ICU 10号床肺动脉高压那个，你要特别关注一下。知道了，主任。你们去忙吧。好。主任。江百烈，你干嘛去了？我能请1个小时的假吗？为什么请假？就是，实在是有点急事，你也知道我不怎么请假的，没办法了。去吧。回来之后直接到门诊找我。谢谢主任。你别动我的手，我现在回去行吗？哪里不舒服？你是挂了我的号吗？于凤啊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熟。你是之前在我这看过病吗？你们已经在一起3个月了，她现在都已经怀孕了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她怀孕。不知道她怀孕？是。我还在想该怎么自我介绍呢。他果然跟你提起过我，你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吗？赵太太。稍等啊。你好，我这是心外3诊室。麻烦你们尽快到我这儿来，我这有点情况，要尽快。不知道他身上带了什么危险品。什么情况？你在给谁打电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来找你谈判的。唐主任，哪有情况？你们来的挺快的，不到1分钟。这位就是那个情况，问他仔细一点，不知道他身上带了什么东西没有。好，放心，主任。我不是唐佳宇，你跟他们说清楚。唐佳宇。你不是在医院，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如果你愿意多花点时间在家里面，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，我根本就不会出轨。赵建安现在都是我的责任是吗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结婚以前我就告诉过你，我的工作永远要排到第1位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在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责任。如果你在乎，如果你把心思放在我身上。如果你真的在乎，说吧，把你对我的不满都说出来。我知道你已经憋了很久。我知道你把工作排在第1位，我不在乎，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如果你在乎我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孩子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生活，那个孩子根本就不会死。所以你就跟他同居3个月。保安不让我进诊室，我只能在这儿等。你就这么怕我，连我想跟你说句话你都要叫保安。
只有一次，那都是骗你的。我们住在一起3个月，他每天都很快乐，只有我能让他快乐。唐佳宇，他都说过你什么？你想知道吗？他说你简直是个 ice cream， 一点温度都没有。他还说你自私，只顾着自己的工作，从来不替他考虑。他还说他很孤单，遇到你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。你不要以为我是怕你，我是懒得理你。于小姐，你跟赵继安的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请你不要影响我工作，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，不要再跟着我。既然你这么不在乎他，为什么还要捆着他？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张超，张超，把门打开！吵什么吵啊？电话里不都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什么了？你前天说要涨房租要半年付，好，我答应你了呀。你干嘛把我东西扔出来，把我书扔地上啊？是，你是同意了，你室友都已经交钱了，你呢？你的钱呢？啊？我把这房子挂外面，结果秒没，人家出那钱比你还高。那我把你东西给搬出来呀，我是怕你不搬。你别欺人太甚了啊！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？我这房子是在你们公司租的，对吧？啊，是签了1年合同吧？啊。他把我那间房子租给别人了，把我东西扔一地。张先生，江医生一共住了半年，咱们可是签了1年的合同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只要他跟那个新人出的钱一样啊，我再把东西给他搬回去。关键是你出嘛？凭什么出啊？你这是不讲信用啊！出不起就走人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啊！别耽误一会儿有人来看房啊！赶紧走！你要听我说！哎，江医生，算了，你凭什么等我说啊？绝了！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。主任，这是你门诊说的病人啊？这个病人，你们不用去了，我去就可以了。啊？不是你所有的病人都得我们跟你一起去吗？这个病人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哎，不是说了吗？不让你们去了。闲着也是闲着。我刚才听一个护士说，那个病人总是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反正都跟你有关系。我怕你到时候一个人说不清楚，反正我也没事，就跟你一块去啊。于梦，你的 CT 检查结果我已经看过了，你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，确切的说应该是2种先天病，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，合并动脉导管未闭。看你的反应，你自己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我用验孕棒测试怀孕，有一天我突然晕倒，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我流产了。后来又查出有心脏杂音，他们推荐我去科梅德医疗中心，
我真的去了，他们说很危险，让我尽快手术，还说中心以前有一个 Dr. Tang 很厉害，可惜离职了，不然可以让他来给我做手术。不过我没有做手术，而是飞回来找你老公。我真的很不理解，你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，千里迢迢飞过来，就是为了继续你第三者的身份？这有什么好自豪的吗？第三者，我可没那么多道德束缚。我相信真正的爱情是高于一切的。我可以为赵静安付出我的生命，你能吗？你这种冷漠自私的女人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你心碎过吗？我告诉你，失去赵静安，我心都碎了，我活不下去，就像刚才心脏病发作那么疼。你是说心碎吗？我告诉你，每一天人的心脏会向全身输送6000升血。如果你能活到80岁，你的心脏会跳动25亿次。心脏是人体最坚韧，也是最强大的器官，不会那么容易心碎。你刚才胸口疼不是因为赵继安，而是因为你心肌缺血。你的冠状动脉本应该从你的主动脉发出，但是在你出生以前，它就搭错了线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当然听不懂。冠脉异常起源的患者，如果出生后不马上手术的话，90%会死于1岁以前，死前还要经历数次痛苦的心肌梗死。但是人体就是这么奇妙，你的心脏有一个致命的畸形，但是同时，它又让你拥有另一个畸形，就是动脉导管未闭。动脉导管只存在于胎儿期间，它的作用是让人体的动静脉血混合，一旦出生，就会慢慢闭合。但是你的动脉导管不但没有闭合，反而随着你的年龄生长越发的粗壮，反向去滋养你错位的冠脉。两种机理相反的病，互相抵消。于梦，你知道吗？拥有你这样一颗心脏的几率是有多小啊？你的心脏为了让你能活下去，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？可是刚才你却说，你为了一个男人，不想活了。你不配拥有这颗心脏。还有，赵继安根本不爱你。他只是嘴上这么说，他是默认了。如果他跟我一起回去，他从来就没有动摇过，他压根儿就没有爱过你。我不相信，不可能。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了。这不是我编的，也不是为了气你。我是想真心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于梦，你的心脏病得很严重，需要尽快手术。我会帮你安排另外的医生。我要你给我做手术。如果你真的这么笃定，不把我当成情敌，那你就给我做手术。我不要别的医生，我只接受你来手术。唐佳瑜，我都不怕，难道你怕了吗？哎，老钱，明儿，唐主任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们主任这回啊是碰上难产去了。什么情况？你知道啊？
这女孩一定让唐主任给她做手术。可不，我也不知道这女孩是诚心要作死呢，还是套路太深，我看不出来。反正主任这回呀，心情是糟透了。喂，佳宇。于梦突发心脏病，现在在心脏中心住院。于梦在心脏中心。对，你快点来解决这件事情，让他马上转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欧阳真宇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协议上说好的，你来了是帮我整理资料，你怎么躲在这儿偷懒啊？来，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就是那台不小心被饲养员关停的机器，样机上记录的停机时间比饲养员记录的关机时间要早了3分钟。那有没有可能啊，是样机出了问题，先停转的，然后导致实验动物的状况不好，饲养员才去调大了流量，不小心关机的呢？不可能，这么重大的故障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设计的机器上？啊？那能不能取那个样机来测试一下，做一下进一步的分析啊？你干什么？你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吗？是不是没有问题？你要臆想出一些问题啊？我没有想臆想，现在马上就要送去质检了，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？没有万一，我拿我的脑袋跟你担保，让你整理资料，你就做好自己该做的，这些事情不要去想，好吧？这是担保就可以避免的事情吗？王公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，你就是傲慢无比，只能听进去好话，这样很危险的。你走，你现在就走，不用你帮忙了啊！你赶紧走，我自己能弄，快走。走就走，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？让开！谭主任，你怎么完成啊，下了手术，又去你们科做了术前访视。我看见你，大钟叔和我说，那个女孩是，好像他跟其他护士也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。这次又全院皆知了。医院的好处啊，就是事儿多，即使有天大的事儿，明天呢也都能给你盖过去，别人不会记得。再说了，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虽然不在乎，也不希望所有人知道我的隐私吧。那抱歉，我不应该问你。秦大忠有真实的，什么都跟你说。那就别做这台手术了，不要难为你自己，别做这台手术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病。你不知道的多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是来劝你转院的，去别的医院是吧？我会全程陪着你，等你康复了，我送你去机场。赵教授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你以前说过，你老婆从来都是选手术，根本就没有选过你。这次我就是要向你证明，他仍然不会选你。不管他选不选我，我选的是他呀。
不同意转院，但你可以不接。当然，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做什么，但我请你不要做这台手术。我们已经努力这么久了，只要不放弃，一定还有希望。你不要做这台手术，好吗？主任，主任，说吧。那个吴主任让你过去帮忙，说9号手术间的人出血止不住了。知道了，马上过。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个事情，晚一点我会给你答案。主任，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，焦百烈？住院医的意思你不明白吗？是住在医院。你请假1个小时走了1天啊！我错了，主任，我保证不会有下一回了。下不为例，快点走，吴主任的病人出事儿。刚下手术？对。吴主任一个病人要帮忙，进来吧。王工，所有的送检资料、电子版和纸版，幸亏有欧阳处长帮忙做的那个表格，整理起来容易多了。这都是你们的功劳，不要把功劳都归功到他身上。我去把这个给唐主任。我是来劝你，别做那台手术。果然你也知道，安和医院无秘密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可是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我是担心你。我知道，谢谢。这件事情我希望自己认真想清楚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帮王海明的忙帮得怎么样？还和以往的合作一样，谈崩了。不过我本来就是想让他删掉我妈的微信，只要他不来吃饭，我就可以跟我妈说，他主动提出的分手，这样我也轻松了。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。您好，请问您几位？啊，2位。3位。哦，等一下，人到齐了再点菜啊。那您先看一下菜单，有需要您再叫我。3位。妈，你不会认为小安还会来吧？那个他已经把你的微信删掉了呀。我真的跟他分手了。他一定会来的。小王来了，小王。哎，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呀，珍珍说你不会来了。哎呦，你不晓得，我刚刚差点把实话讲出来了。什么实话？现在告诉你吧，小王今天下午给我发信息解释了，说是不小心把我删掉的。所以晚上请客吃饭道歉。哎呀，珍珍啊，人家小王可是真心要跟你处朋友的，你一定要珍惜这样有志青年哦，不要使小性子了，懂了啦？对。服务员，打扰一下，先生你好。谢谢。双耳反耳啊。审计毁约在先，而且你在唐主任面前说那么多坏话，你以为我会忍气吞声吗？那是因为你妄自尊大。你狗眼看人低。你才是狗。你是狗。你是狗。你是狗。哎，你是狗。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呀？妈妈，我是说多点菜，管够。哎，
对，不好点那么多菜的，节约是美德。对的呀，小王讲的对的。你看看，懂得节约的人，就是好好过日子的人呀。真真啊，哎呦，小王啊，这样，咱们一起点啊。阿姨告诉你哪些上海菜最好吃。我不喜欢吃上海菜。好的呀。进。主任，这手术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？明天再说吧。不是我怕你。不用安慰我。那我下班了。对不起。如果你在乎我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孩子，如果你在乎我们的生活，那个孩子根本就不会死。所以你就跟他同居3个月。出轨？不是，这赵金安也太不地道了吧！怪不得主任这几天都睡值班室。你跟他们3个说，别当着主任提着这事儿。好，我上去帮他们说。主任，主任，哎，早。早点吃了吗？不吃了。我定了今天的手术室，一会儿你把手术同意书拿给病人签字。病人。15床的于梦。啊，对，于梦，要不然这台手术你别管了，我来主刀吧。不用了，这台手术我来主刀。好。不是，主任真要给小三做手术啊？就算这个病例罕见，主任也不能为了一台手术就……这可能是主任唯一一次不是为了做手术而做手术，明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脑子真让福尔马林给泡了。
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叶主任，可以给他打麻药了。手术很成功，术后应该可以恢复心脏所有的基本功能。你一直都是这么优秀，那我们结束了。我会通知我的律师，通知你的律师。其余的事情交给他们私下去处理。对不起。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。对不起。他没事吧？没事。你醒了，你手术做得不错，放心啊。哎，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。赵教授呢，让我给你捎几句话。他说会给你请一个护工，然后在你出院之前呢，就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。工钱不用你付啊。他还说给你订张机票，可他没说是头等舱还是普通舱啊。然后他就不见你了，说让你多保重。哎，其实姑娘，你还年轻，你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你没必要钻这个牛角尖，是不是？为了些个恩恩爱爱，动不动就要伤害自己的性命，你这不值当。哎，不，这话是我说的，啊。叶医师，你这是？啊，我要离开了。再见。你上吧。由安和参与研发的国产磁悬浮人工心脏，已经送往药监局指定的质检中心进行质量检测。一旦通过检测，就可以申请临床实验了。能有那么大的成果，这完全有赖于院领导的精准部署，当然，也少不了临床医生的付出努力。心外的唐主任，唐佳瑜，也有一定的功劳。
根据我们送审的材料来看，这个动物实验的数据啊非常好，估计在1周内质检的结果就能够出来。都是刘副院长带队有方，自从刘副院长驻外，我们医疗，咱们院的医疗水平呢是蹭的往上窜。我提议呢，咱们给刘副院长鼓个掌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院长，散会。好。离婚了你都不让我？离婚和下棋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你能不能别老回棋？我没有回棋，我走错了，我换了重新走还不行啊？不行。唐佳瑜，看我下一次怎么演你。不可能。我们唐主任已经吩咐过了，马上给你们办住院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是喘不上气。唐医生，我们来之前给他发过微信。唐主任在开会呢。你好，住院手续办好了，你拿这个去缴费就行。哎，谢谢。客气。你看，住院手续也下来了。既然到了医院，咱们就把心放下来，不要太焦虑了。我知道，我就见到汤医生，我才能安心。哎，江医生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对唐主任有点迷信。我看呐，不用吃药，见到唐主任，病情能好一半。这也不叫迷信，这叫信任，对吧？唐主任一会儿就回来，放心啊。那我们先去病房吧。好。怎么了？找你说件事儿。等这人工心脏开始临床实验的时候呢，医院想开个新闻发布会，可是现在还没想好，这个新闻发布会该谁来主持？当然是你了，是吧，刘院长？刚才会上不是也说了吗？精准的布局，这是实至名归的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不会是又拿糊弄领导那些话来糊弄我吧？当然是这么想的，你怎么老是这么想我呀？不过，我对于你有个中肯的建议。说。到时候主持会议呢，你能不能适当的减减肥啊？瘦一点上镜好看。你现在的状态就是看上去有点富态。我还有病人，我先走了啊。什么富态？审美太差，这不挺帅吗？听说有人说，只要见了我，病就好一半了。出来就会夸张。我可没夸张。唐医生，其实之前雪纯的状况一直挺好的，就是上周不小心感冒了，一直没缓过来。您给他看看。怎么感冒了呢？都怪我，我送萌萌去游泳，别的孩子叫爸爸又陪着他们，我没忍住，就下水游的玩了一会儿。小丫头可高兴了。结果回家就感冒了，差点把我气死。那我听听。可不许冒险了。来，查一下心脏。这手抬起来，用力呼吸。再来一次。海莲，超声机拿过来。好。唐主任，这个不严重吧？是不是挂个水就好了？还不能确定，做个 B 超检查试试。哦。幼儿园下周有演出，我还答应萌萌去看呢。唐主任，不要紧吧？非常严重，心脏扩张的厉害，左心衰竭，需要尽快做移植手术。
不然的话，尽快是多长时间？3天，最多1周。江百烈，马上联系。主任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做好心理准备。这等了几年都没等到的供体，这2天忽然想要，我估计是血案。罗向东，你说的没错，你提醒了我。王雪纯现在最大的敌人应该是时间。如果我们能想到办法，延缓他生存的时间，就算一时找不到供体，至少人不会死亡。可怎么能延长存活时间呢？办法就在我们眼前啊，人工心脏。明白了，拿到质检报告之后，马上申请临床实验。来不及了，申请临床实验的时间太长，王雪纯根本没有时间等。我对国内的规矩不太了解，有没有办法能临时做一例呢？主任，还真有。人道主义豁免手术，以前老主任做过一例，我全程跟着来着。这个人道主义豁免手术呢，就是指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，无法医治且生存期不超过3天的病人，在得到病人和家属的同意之后，可以使用尚未经过药检局批文的药物和医疗器械。直白的说吧，就是死马当活马医，没办法的办法。手续需要多久？首先是要通过家属的同意，然后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，审核通过了就可以去卫健委备案了，备案通过就可以直接手术了。快的话2、3天，因为都是危重病人，不会超过3天的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。那我们就分2路，好吧？龙向东、周达，你们2个负责科里其他的病人，大叔、江百烈负责给我盯供体。当然了，能做移植，移植是首选。廖晓波这么有经验，我跟你一起盯这个人道主义豁免手术。好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保住王雪纯的命。明白，明白了，明白，明白了。妈妈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不是说好不来我单位的吗？哎呀，我在家里没事做呀。再说我刚刚没有叫你珍珍哦，你做啥不好意思啦？嫌妈妈给你丢脸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，他们都是我的下属，你老是这个样子，我将来怎么展开工作？哦，是的呀。不过我是想让他们多多照顾你呀。哎呦，那这里不可以，小王那里总可以吧？小王？王海明？喂，你妈又来了。我上次答应去吃饭，那是因为你在别人那说我坏话，我为了惩罚你。我这次为什么要帮你啊？上次你已经假冒过1次了，那就请你再帮我1次。我妈过2天就回上海了，她上次对你印象特别好。如果现在把真相告诉她，她会伤心的。请你再帮帮我，可以吗？好，你不用再说了啊。你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帮你，好吗？谢谢。
那个，我通知个事儿啊，未来1个小时之内，欧阳真宇是我女朋友。怎么样，唐医生？涂磊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啊，他去见萌萌。我本来不想让孩子来医院，不想让孩子看见我穿孕号服的样子。我时间不多了，能多待一会儿是有。中病组讨论了你的病情，心脏移植是最优的选项。可是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遇到适合的供体，没有人可以保证。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案，就是给你植入人工心脏，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，等到有适合的供体，再给你移植。虽然这么做要完成2次手术，但是可以帮你多争取些时间，让你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安全又有质量的生活。是，我以为国内没有人工心脏，我现在身体无法飞去国外。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儿。国内现在有几家医院已经开始研究人工心脏了，安和就。而且这个手续什么时候能办下来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的是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有莫大的勇气。但是王雪纯，我不希望你有特别大的压力，明白吗？等一下我会让廖主任把人工心脏详细资料给你看看。你好好看一下。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问我。想好了再做决定。王雪纯，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理解，我都是无条件支持你。你在安和这段日子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妈妈，妈妈，哦，萌萌。你肯定是不好，这才你就生病了。你不乖。对，妈妈不乖呀，我要学妈妈。送饭在哪吃？你要吃捏着鼻子吃下去，就不生病了。记住了啊。萌萌，总不知道叫人呢。你看这个阿姨是谁？不知道。这个就是妈妈跟你说的唐阿姨，因为妈妈能继续陪着萌萌，快替妈妈谢谢她。谢谢她，阿姨。客气。唐医生，
为了我的女儿，我愿意这路人工心脏。唐主任，您刚才说的那个人工心脏植入，真的可行吗？可行，只是风险非常大。我们会一边寻找供体，一边准备植入手术，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动手。你放心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不会放弃。什么？宝宝又要做手术了？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我想想办法吧。副会长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对了，龙医生，你这会儿时间方便吗？现在有点忙，有几个病人需要换药。主要是康特尔5连那个婴儿出现了肠梗阻，国外那边要手术，婴儿的胸腔和腹腔问题比较复杂，他们建议最好能有个心外的大夫在场，只要等他们开了腹，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可以走了。我想，应该耽误不了太长时间。如果喂，当然要先征求你的意见，刘峰，你觉得要不要做人道主义豁免手术？当然做，占据人工心脏研发第一阵地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哦，我可以马上到你办公室来。哎呀，你别浪费时间找我，你去找欧阳，他和叶一鸣都是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成员，在开会投票前，你去探探他们的口风。明白。进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件很重要的事儿，想跟你商量。哎，朱护士啊，哎，15床的血压有点高，你从这个药品柜里拿一片降压的药，啊。宋主任，这个哎，我就是拿点药应急，没事啊。不是，哟，宋主任也干这违规的事儿啊？这罗永石要检查单。行，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嗨，我只是从药品柜里拿一片药应急，这不是电脑死机，开不出药来了。宋主任，我建议您还是试试重启电脑吧。万一真出了事儿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像唐主任保我那样来保您。我重启电脑，重启100次都成。宋主任，您听说了吗？我们马上要做人道主义豁免手术，人工心脏的第一例人体植入。唐主任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他有技术有胆识，跟他一起共事，经常会让我想起跟着老主任的那些日子。但跟着你的时候，我确实没有这种感觉。现在人工心脏还不成熟，如果做人道主义豁免手术，万一病人出了问题，那对我们未来的研发是有影响的。你还记得上次雪纯是怎么
这也是我尊重你的原因。我会通知伦理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。哎，罗医生，怎么样了？胎腹没问题，但是后续就不知道了。科里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一会儿再来看看吧。护士长，其实你一会儿也不用过来了，因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他普外的人也不会出来通知家属，毕竟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孤儿，应该会直接联系福利院吧。也是。要不这样吧，长庚组也要不了多久，我来都来了，干脆把手术全程看完再走吧。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再电话你。龙医生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他也是我的病人。进。叶主任。啊，唐主任。你是为了那个人道主义豁免手术的事来的吧？刘峰已经跟你说了。刘院长很激动，给我打了一个10几分钟的电话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跟我说了。我觉得这是好事儿，既能救人命，又能在人体里实验人工心脏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全力支持的。谢谢你。下午伦理委员会来开临时会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等等，哇，红烧肉，还有糖焖栗子鸡，爱吃吧？啊，清炒虾仁，来，赶快尝一下。好，来，哎，能尝一下？好，好吃，比我们食堂强多了。哎呀，那就多吃一点啊。真的好吃吗？真的好吃啊。妈妈，我的呢？这个没带你的啊？哦，哎，那你们一起吃，一起吃哦。我去打点开水。哎，你不知道开水在哪儿吧？我知道，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。哎呦，我去给你打开水吧。我自己都看到了啊！你好好吃，陪小王多吃一点啊！好好吃饭，来，快陪他一起吃啊！你说王工和欧阳处长是真的吗？王工不都说了吗？假装男朋友，逆回欧阳处长他妈。高龄是母女，估计家里压力大吧。也是，他俩天天吵。对呀。还行吧。真的好吃吗？真的好吃，你要不尝一口？谢谢你啊，帮着圆场。不客气。哎，你别说，你妈性格比你好多了。谢谢你帮我圆场。不客气。吃吧。哎。哎，老宋，哟，王主任真巧，哎，真巧啊！您这是怎么了？一副丧气的样子，这可不像您啊！我现在在安和属于边缘人物，我能高兴得起来吗？不会吧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一言难尽。哎呀，早知道当初要是跳槽到你们医院，我也不会弄得今天这样。哎，一点盼头都没有。夸张了你这。哎，对了，正好有一事儿我想跟您说呢。人工心脏，您感兴趣吗？护士长，手术结束了。哎，罗医生，手术顺利吗？挺顺利的呀，但是为了稳妥起见，要先送 ICU 住一夜。不过因为福利院的经费有限，如果明天没什么事儿的话，还得转回普通病房。
今天辛苦你了，我也替宝宝谢谢你。有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想打入中国市场，正寻找合作的医院。我们医院庙小，人家看不上。哎，您那医院的心脏中心那可是大中心，怎么样？有兴趣做这间公司和安和之间的联络人吗？哎呀，要是以前吧还行，现在恐怕不成。哎，人家自主研发的磁悬浮心脏，马上就给病人做植入手术，说不定现在伦理委员们正在开会呢。刚才唐主任介绍了病人的病情、人工心脏的研发进展以及手术的必要性。大家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决定这次人道主义手术是否符合医。全票通过。真的吗？我马上跟戴尔哥说，去为这样备案。希望这次人工心脏真的可以帮助到王学长。一定会的。走了。别担心，我已经告诉他了。Little man, I said, tell me that this is only a bad dream. This affair of the snake, the meeting place. 唐医生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伦理委员会已经批准了，资料现在已经送到卫健委去备案，只要备案成功，就可以做手术了。那太好了，早一点做，早一点安心。雪晨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上次手术心脏供体应该给你的，可是临时给了其他病人，真的对不起。唐医生，坦白说，刚知道的时候我是接受不了的，但是后来某医生跟我介绍了为什么会这么做。他说这个对你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。他还说代替我得到那个心脏的人是2个孩子的爸爸。如果没有那颗心脏，那2个孩子就没有爸爸了。所以，这个心脏派上了好用场，你说呢？是的。唐医生，我有点担心。我还是不想死。雪晨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让你死，我会让你有一个又长又圆满的人生。这，主任，那个小百列在值班室住了大半个月了，今天要搬到新租的房子去，我就先让他回去了。我今天来盯那个移植平台，反正到现在也没什么消息呢。好，辛苦了。好，跟您说一声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比你发给我那图片看上去小很多呀？而且它就一折叠床。就你这个预算，还要租一居室，
只能这样了。哎，你把这折叠床换了，它就能好很多。算了吧，省点是点，反正我平时都在医院的值班室住。哎呀，我给那么多年轻人看过房子，你是最乐观的。这样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行，辛苦啊。哎，对，你答应我的那个免费医疗咨询可别忘了。哎呀，我没忘，但是我真心觉得，你最好不要来找我。那必须的。行，走了。辛苦啊，谢谢啊。啊，陈舟，陈舟，哎呀，我刚搬完家有点累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家不是挺远的吗？还行，有车方便，也不堵车。是，有车肯定是方便的。哎，白莲，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咱俩不是一块儿考的驾照的吗？对啊。今天你开？我开啊？不行，我那本比我脸都干净。我就是过年回家摸过我爸那方向盘，我这不行，回头再把车给你蹭了。没事，有车险，怕什么？开吧。不是，我这真不行，我现在紧张。让你开你就开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上车，快点。是全险吧？是全险。那我试试啊。来吧。可以啊，开得不错啊。别说话，我有点紧张。就是哥们儿，你逆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没有逆行吧？没有，继续开吧。喝杯水。谢谢。那我们这一会儿要录音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嘞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了。这是一次非常专业的采访，叶主任不要紧张哦。不紧张，不紧张。好，开始了啊。哎呀，百烈不得不说啊，你开车的技术真不错，哎，一看就像过了科目1的。这就是从小悟性就是好那么一点点。我是说你胖，你还真喘上了。哎，我这车不错吧？车是个好车，这是你爸给你买的。哎呀，我自己买的。哎，你就不想买一辆吗？哪怕管你父母要点钱也行啊。哎呀，我这是穷人家的孩子啊，我每个月还得往家里汇2000块钱。那你自己没点积蓄？交完房租，吃完饭就剩那几个子儿，以为都像你那么财大气粗。哎呀，百烈，实不相瞒啊，上回你来我们公司做口译，还记得吗？啊，我们老板特别的赏识你，就觉得你医学博士，英语又好，哎，说什么都想让你来我们公司上班。就你们那个医疗器械公司是吗？对呀，而且去的不是医学事务部，去的是销售部。你知道现在销售部就缺你这样的，懂医学专科，外形好，英语好的人才，真的。你要是去了，我想想，年薪最起码这个数起30万，还能再谈。这样的话，想想啊，1-2年买车不成问题。这条件听起来确实还挺诱人的哈。诱人吗？是不是？那还不赶紧试试啊？哎，这可是老板亲自让你去，这可跟你自己去面试去应聘那不是一码事儿。而且你别忘了，你要是去了，你跟我那是直接竞争对手。哎呀，你这真是太大公无私了，我先敬你一个。先不说感谢啊，你怎么想？是这样的啊，郑州。我也不是不想要好车啊，也不是不想要那高薪，但是我爸妈辛辛苦苦的供我读了那么多年的医学院，那是为了让我去给病人开刀做手术的。这人人啊，都为五斗米折腰，就你想的不中，是吧？行，等着饿死。饿不死啊，我们医院有食堂，
再说了，我们心外科的快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下次我再跟你约时间。下一次啊？刚才访问的已经很细致了，还有下一次？我们这是一个系列专题，要做好几期的呢。下次我们就别约在办公室了，我们约外面吧，比如说，餐厅啊或者咖啡厅什么的。我觉得这样子，我们的采访也可以更加的轻松自然，你觉得呢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啊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忙，那你什么有时间，我就等你什么时间。行吧。那我今天就不送你了，我后面还有点事儿。那行，我先走啦。一路平安啊。好，下次啊。好，只要一拿到质检报告，我们马上给您送过去。好嘞，谢谢。卫健委给咱开了绿色通道，只要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数据很好吗？你能不能现在再帮我问一下？对，病人多耽误一天，风险就会高一天，可以吗？那我等你消息。好。什么情况？人工心脏没有通过质检，具体的报告过2天才能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会不会是弄错了？主任，今天的手术室没了，只能接台，但不一定有。别选这吧，实在不行就换明天。我跟你说出大事儿了，刚才我从重病组回来，他们说人工心脏质检没通过，王雪纯的手术泡汤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移植平台又没有消息，人工心脏又用不了了，唐主任都快急疯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喂，王主任，你好，能不能麻烦您把那个瑞士人工心脏的事情再详细的跟我说一说？我想了解一下。主任，王雪纯不太好。没有心跳了。王雪纯，上肾线索，快点！肾上腺素1毫克。王雪纯，说。龙哥有反应了吗？没有反应。有反应吗？主任，一点反应没有。用药到了最大剂量，现在又没有供体，又没有人工心脏，我看。王雪纯，王雪纯。主任，主任，主任。上埃克莫，埃克莫，去打埃克莫。我去的。秦主任，上埃克莫吗？我已经让 ICU 工作人员准备好了。护士长上埃克莫容易，但上完之后怎么办？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哎，听人家说，我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。雪纯怎么样？心脏骤停。你别这样，哎，
哎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不应该呀。对，昨天还好好的。霍心病的晚期就是这样，心脏随时会停。病人家属也在听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听清楚，好吗？现在王雪纯心脏骤停，现在救他的唯一方法就是上ECMO。但是人工心脏出了问题，不可能给你人道主义豁免手术，而且上了 ECMO 之后怎么样，大家现在心里都是个未知数。健康，你听我说，ECMO 现在开机费用昂贵，并且之后都要住在 ICU， 每天的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并且如果供体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或者人工心脏的技术彻底得不到解决的话，你先听我说完，还有2句话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每天的开销会非常大，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，所以病人最后可能还是会留不住。你自己衡量一下决定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只是要对你说明利弊，怎么办要你自己决定，并且要快。病人家属要快。哪怕有一丝希望，我都要救我老婆。ECMO 只能救急，不是长久之计。后续只有2种指望：一是心脏有自愈的可能，让心脏休息，一有好转就撤机；二是有代替的方案，比如说人工心脏或者是心脏移植。汤佳玉，我问你，这2种指望，王雪纯她有吗？移植平台已经将王雪纯移到了等候名单的首位，随时都有可能有供体出现。人工心脏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还尚未可知，也许很快就能修复。这个时候给病人上ECMO是在争取宝贵的时间。再说病人的家属也已经签字。欧阳，你不用替他说话，这是他一向的冒险风格。真以为自己是神之手，谁都能救？你们也不要自己骗自己。家属签字，那是因为他没办法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实，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你如果没把人救回来，那 ECMO 的高额花费，还有移植手术供体的临时易主，你们觉得他能够接受吗？汤佳玉，你把你和安和医院置在了一个很容易招来医疗官司的尴尬。就算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就找医务处。刘院长，我有事找您。有事就说。哦，有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想打入中国市场，想跟咱们医院合作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？王爱民，找到问题出在哪了吗？从早上就开始测试样机了，机器运转很好，各方面数据也很好。质检部门就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儿了吗？不可能，3级医疗器械质检关乎重大，检测报告没有出来之前不会透露任何细节。我们之所以知道现在我们的机器有问题，那是因为刘副院长根据他以往送审的丰富经验推测出来的。他有没有可能推测错了？不可能，我很了解刘峰，他在关键事情上是非常靠谱的，而且他不会拿病人的死活开玩笑的。王海明，现在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敌人，
如果能够找到机器问题出在哪儿，能把它解决了，人道主义豁免手术还是可以进行的。关键是两眼一摸黑，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找。那就找啊，一样一样排查也要排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要快。哎，一鸣，你知道唐主任没事儿？唐主任怎么了？他手里本来有一个心衰晚期的病人，本来是要做人工心脏的，结果没想到人工心脏质检出了问题，而其他的供体也没着落。没想到突然那个病人心脏就骤停了，他给病人上了埃克莫。他有没有想过后果呢？哎，你还记得上回住心外跟神外那对祖孙吗？你记得吗？记得。他悄悄给病人垫了医药费，告诉病人说这是医院申请下来的救助金。以我的经验，一个外科医生如果替病人垫钱，那就证明他在感情上已经卷入太深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我是。福利院的李社工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记得你。什么事儿吗？收养宝宝。啊，好事儿呀！对，我平时跟宝宝接触的比较多，他的情况呢我也很了解。如果他的养父母想知道他的情况的话，可以让他跟我联系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再联系啊。哎，再见。福利院打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去新生儿室查房，护士告诉我说福利院的人已经来过了，有人想要收养这个孩子，但是需要和主治医师沟通一下。我呢就推荐了你。因为在我看来，这2个月内没有任何人比你更加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。护士长，我是不是多事了？怎么会？宝宝的情况确实是我比较熟悉。要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忙去了。主任，怎么样了？刘峰那儿算是暂时稳住了。王海明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咱们现在真是找不准方向啊！你可真够会鼓励人的啊！不是我这实事求是啊，越来越会聊天了哈。周达现在是不是看着王雪春呢？对，周达放话了，说这2天先让他老婆去接送女儿去学琴，他半步不离开医院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说不定。谁电话？周达电话。快点接。喂，周达。好嘞，我们马上过去啊。周达。主任。怎么样？你看王雪晨这都输液2个小时了，一点尿都没排。已经开始衰竭了。怎么会这么快？肾脏受血率影响高，身体出现这种紧急状况，为了能够保证正常的血量回血，一定会减少肾脏的血量分流。肾衰，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，如果控制不住，将会很快。其他器官功能马上也会衰减。主任，那是不是只能上血滤了？这样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。我去跟涂丽说。唐主任，雪春怎么样了？雪春出现了肾衰。对，肾衰是其他器官衰竭的第一步。一旦其他器官衰竭，供体还是人工心脏都没有意义了。
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肾衰？有，上血滤。血滤是代替肾功能工作，对于肾进行过滤功能。可是，一旦上了血滤，就意味着维持王雪纯的生命的机器又多了一台，也就是说，感染的几率大了很多。可是不上血滤，他的肾脏马上会恶化。唐主任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决定需要你们家属来做。唐主任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又要让我自己选，我也想选，可是我不懂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选。但是我知道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，我相信你。我知道你也要救雪纯的，求求你，告诉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就这一次，你告诉我，怎么选对雪纯才是最好的？就这一次，求求你。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我听你的。金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一下人工心脏的问题找得怎么样。如果可以及时修复，那我赶紧申报给质检部门，或许还来得及。所有数据都已经核查过了，机器也已经转了1天了，根本就没有问题。说不定是他们搞错了呢。他们就是做质量检测的，怎么会弄错？那他们没错，我还说我没错呢。那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我带你来看的，就是这个人。他为什么身上的管子比前面那些病人都多呀？因为他的病比他们都重。他现在的心脏跟肾脏都已经停止工作了，所以用 ECMO 暂时代替心脏，用血滤暂时代替肾脏，完全靠这2台机器，这个女人才能活下去。这次人道主义豁免手术本来是给她做的，因为人工心脏质检没通过，所以她现在被卡在了生与死之间。你带我来，是想让我内疚？不是，我是想让你看到，你研究的不仅仅是一个血泵，它会成为人体的一部分。人体有多精巧，它就得有多完善，一丁点的差错都不能有。是不是很苛刻？人命关天。你跟我说，你用你自己的脑袋担保，但是现在出了问题，有生命危险的是他，不是你。有句话叫“医生犯错，病人丧命”。虽然你不是医生，但是这句话眼下也适用于你。你研究的人工心脏，是在给千千万万的病人谋福利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它，在未来研发的每一步，都要记住他的脸。那天你在资料室说，机器停机的时间比饲养员关机的时间早了3分钟，有可能是机器自动关机。如果你说的是对的，
只要查那台机器，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我今天做试验的一直都是样机，不是用于植入的机器。那你快去查呀！你还站那儿干嘛？好。 7号床的情况还可以，还剩几号床没查？彩电没有了，主任。那我去 ICU 了。哎，你别去 ICU 了，昨天晚上就没怎么休息，赶紧去值班室睡会儿。ICU 周达那儿盯着呢。还是我去吧。你跟江百烈手机要随时保持畅通，一个是平台打电话要确保第一时间接到，知道吗？好了，主任。唐主任，我昨晚找出那台被饲养员意外关机的人工心脏，把它放在测试机上进行测试，结果真的意外停机了。目前不清楚是软件还是硬件发生了问题，需要逐一排查，但是这需要花不少的时间。是啊，时间是现在最紧迫的。如果实验羊在关机前就因自动停机死亡，当时就应该发现，怎么会拖到现在才发现？这是我的责任。当时负责监控实验羊的人是谁？是你吗？是江医生。我只记得我一抬头的时候，那只羊已经趴在地上不行了。我以为是流量不够，我让饲养员去加大了流量。一抬头，感情你一直低着头来着。刚才王工已经说了，机器的关机时间比饲养员关机的时间要早3分钟，3分钟够你反应了吧？当时你干嘛去了？我忘了。你忘了？如果那个时候能发现，我们就不会贸然送审，主任也不会误以为可以做人道主义豁免手术。那对王雪春的治疗，那会是完全不同的2种方案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被动。赖小波，别说了，少说2句。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我还有很多工作，我先走。辛苦了，王工。主任，我就是生气，我们太被动了。行了。主任。好了，不用说了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安和的江百烈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有供体了。我刚才去看过他，肾衰竭的指标已经好转，情况基本稳定。涂磊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已经找到和王雪春匹配的供体了。有供体了？真的吗？你确定？因为上次……确定。秦医生跟江医生已经买了最近时间的飞机票，捐献者在外地的医院。他们要确定供体没有问题，然后运回安和医院，我们就可以商量后面的手术方案。总之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一颗健康的心脏。一颗健康的心脏。唐主任。叶主任。看这么高兴，肯定是有什么好消息吧？等到供体了，跟王雪春配型成功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是啊，我觉得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跟这个病人的关系啊不一般。其实我觉得，好像是我欠了他一颗心脏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还给他了。哎呀，以后他就可以带着他女儿到处去玩，不用像前几年那样小心翼翼的。还有，他爸爸高血压，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一定比任何的降压药都管用。是，这好消息是好消息啊，
可是什么？你对这个病人，是不是有点过于用心了？这个病人的情况有一点特殊，这次肯定来不及了，但我可以保证下不为例。从今以后，我肯定会变回。你好，李社工。你好，吴护士长。是约养父母见面吗？那孩子的养父母啊，他们改主意了，他们说不收养这孩子了。什么叫他们改主意了？为什么会反悔呢？是工作人员没有说清楚，养父母以为孩子只有心脏畸形，已经做过手术了。今天才知道，孩子的妈妈呀有精神分裂症，他们怕万一遗传。有这个因素，这个女婴8成不会再有人收养，得在福利院长大了。叶主任，看下手术啊。哎，老秦不是取到供体了吗？你们组今天晚上定的手术室怎么取消了？哎，没取着。这个取供体的团队飞机晚点了，得先取其他的供体才能取心脏，所以我们这移植手术啊，只能推迟了。唐主任啊，现在还在 ICU 呢。是吗？哎呀，他一时顶不住。行，你忙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记仔细了。嗯。唐主任，怎么今儿又是你啊？我还没见过哪个大主任天天在 ICU 熬通宵呢。周大女儿发烧了，我让她先回去了，而且别人看着我也不放心。你也回去吧，我帮你盯着。不用了，你下班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今儿正好值班，科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你回去吧。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不用了，那你去休息室睡一会儿。唐主任，你明天还有移植手术呢，如果今儿休息不好，那明天手术怎么办？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反正我在 ICU 还有个术后的病人要看着，而且人 ICU 有医生，对不对？你当他们是摆设啊，是吧？是的，唐主任，我们科的主任都是抢救的好手，况且还有叶主任在这儿，你就放心的回去吧。放心吧。那帮我盯紧点儿，如果有任何情况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去休息室躺一会儿。哎，你还是回家休息吧，办公室休息不好，而且你家离得近，就10分钟的路程。他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们连10分钟都 hold 不住吗？那好吧，谢谢你。去吧。盯紧点。叶主任，我好像记得你今天不值夜班吧？我顶替别人的。叶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王雪纯那儿啊？周达早上5点就来了，我跟他交接过了，他现在在 ICU 看着呢。情况怎么样？我走的时候一切正常，不过应该尽快手术，他的身体应该撑不了太久。供体到了就好。秦大忠，喂，大忠，你不是7点钟给我发信息吗？说去取供体，这么快？不是，你们再检查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那你们回来吧。主任，怎么回事啊？捐献者的心脏有实质性的病变，边缘供体都算不上，根本用不了。
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刘副院长，欧阳处长，一大早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坐。哦。欧阳处长，有件事情我没想明白，想听听你意见。是这样，宋宝德呢给我推荐了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。这家公司想打入中国市场，想跟安和合作。他们的产品呢是第二代，不是磁悬浮，但性能也还行，开出的条件也不错。但是有个条件就是，安和必须在5年内只能使用他们品牌的产品。这次人工心脏质检出问题啊，让我反思，是不是2条腿走路会更好？你觉得呢？刘副院长，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没转过来呢？转什么呀？5年内不能使用其他品牌，那也就是说，咱们安和自主研发的磁悬浮人工心脏就不能在安和做临床试验，否则的话，就是属于使用其他品牌。我就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还有，现在很多家医院都在研发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，虽然说很快就能用上瑞士公司的产品，但是5年后，国产人工心脏的领域我们就会落后一大截。你别说追不上人外，就是其他几家心脏中心，也会排到我们前面去。反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这事儿是我先考虑。行，知道了。对了，这事儿千万不要和唐家玉说。好，谢谢。主任，市内的急诊电话都打过了，目前还是没有新的捐献者，捐献平台也没有。王雪纯现在是第1顺位，只要有供体，他是有机会的。主任，王雪纯突然白蛋白低，血液酸碱平衡紊乱，是肝脏。周大已经开始给他输白蛋白，加大利尿，为了防止乳酸堆积，也给了碳酸氢钠。我有话跟你说，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，没有时间，不好意思啊。等不了唐佳瑜，我现在劝住了刘副院长，但是我怕他自己又绕进去。宋宝德现在在给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牵线，想促成跟安和的合作，用进口的人工心脏代替你跟王海明研发的产品。唐家，主任，不要跟过来，我自己去，别跟我来。嘱咐你爸爸的事一定要记住啊！要是晚上老人失眠，唐主任，唐主任，怎么了？不需要人工心脏。哎，宋主任，您跟那家瑞士人工心脏公司很熟吗？唐主任，我问你熟不熟？这熟不熟的又能怎样？这人工心脏也不是一家的专利。如果您很熟的话，想请您帮个忙，能不能帮我弄一台机器来？我的病人王雪纯现在已经出现肝脏衰竭了，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心脏供体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试一下人工心脏植入？宋主任，如果您真的很熟的话，能帮我尽快弄一台机器吗？可是进口3级医疗器械，不通过审查，不可能让你用的。人道主义豁免书或者是学术交流，什么名头都行，只要能帮我弄到一台心脏，王雪纯也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唐主任，您高估我了，这事儿恐怕办不成。宋主任，如果您能帮我弄到机器，我愿意辞去心脏中心主任的职务。唐佳瑜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不是你们俩之间能决定的事儿。唐主任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只要您能帮我弄到机器，我马上写辞职信。当然，把重病组留给我就可以，其他职务我一概不要。
回来了啊！主任很快就不是主任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呀你？宋保德认识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，主任说只要他弄一台给王雪川用，他就把中心主任这个位子让给宋保德。疯了！这位子能是说让就让出来的吧？啊？江伟烈，主任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行了行了。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好吗？哎，那个张静主任，张主任，那个，行吗？这次我是真的想帮你呀，可是很遗憾，药监局审查没通过，我也很无奈。再帮我想想办法。主任，王雪晨外周循环衰竭，全身 DIC。有办法，有办法，用药，马上用药，升压药。还有，输血，一定要输血，知道吗？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帮我想一想。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帮我想一想啊！主任，王雪晨现在的情况是，就算有供体有人工心脏，也不能再做手术了。他现在是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，已经进入到中末期了，不可逆了。主任，要不我去跟家属说一下。我去。图兰应该从我嘴里知道这个消息。昨天你还说可以救的，不只是可以救你，你说他马上就要得到一颗健康的心脏，是这么说的吧？那为什么今天突然不救了呀？为什么呀？没有供体，没有人工心脏。王雨辰现在接受不了任何的手术。对不起，我当时不想让他死，没有
想到还是没有躲过这个最坏的结果。是我判断失误。你怎么可以判断失误啊？你是医生，你是他的医生。早知道这样，你还不如不给我们希望。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说？啊？你让我怎么跟我女儿说呀？你让我怎么跟萌萌说呀？你让我……对不起。涂先生，这都是因为我。张百炼，主任，你让我跟他解释清楚。闭嘴！什么都别说。楚磊，是时候该放手了，该让王学春走了。他已经很累了，是时候了。关掉这些机器后，他还有多少时间？1分钟。
生养宝宝的人反悔了。啊？所以我决定